刚刚听很多人说要还我阿北来，如果台湾有司法公义的话，我真的要说，请把我的先生放出来，请还给我的老公，请还给台湾社会那个在医院里面救人无数的柯医师。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主要编第一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国际战略专家王志胜。大家晚安。好，小平，来，一开始第一个，有很多东西查证完再讲嘛，是不是？是。那前一阵讲的那个又是什么甜点什么一大堆的，你看现在搞到人家民众党集会，你在那里面就变成是个重要角色。哎，中正万华担不担心？其实心里蛮怕的。哦，真的吗？你也会怕？也很光荣啊，因为黄国昌只2个人嘛。哦。一个是总统嘛，赖清德；一个市议员钟小平。所以小平哥现在慢慢出名了，不要。你现在是总统等级的意思？不敢这样说了，至少在他心目中有一定的分量。一个在左心房。OK， 但小平这整件事情，好，你说你如果包括你爆料好了，我每次在节目里面都有问说，因为大家讲国民党里面，男人周小平，女的游淑慧，然后2个人这整件事情这些，第一个。那个在党里面的压力到底是不是？第二个，这整件事情你真的觉得照你自己这样看的话，因为你看到民众党一直出来跟你讲，包括陈佩琪那天集会就直接讲说什么司法不公，然后政治追杀、政治办案，所有这些词，你现在到底是怎么想？党里面压力很大，我们因为台北市不要讲他的名字啦，非常知名的本党的立委到中天连骂我15分钟，我就问另外一位本党的非常有名的立委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你没有直接去跟那位贵党非常有名的那个立委直接沟通吗？不，后来才冤家路窄了，过2天吃饭还住在一起的，现在还有韩国瑜。OK， 那当然没谈这个事的，互相敬酒。我们都大人了，我们不会那么小气啦。那我就更妙的是，我问另外一位的也很有名的立委，哎，你有没有？因为他骂我，这个人就不看了，看了会生气，算了。因为大家很多人骂了，传给我，哎，怎么这个人怎么对你这样？这样说不该骂他过分啦，打柯文哲什么打成抄家灭族等等这种话语啦，我就问另外一位立委，他说骂的这样还好，真的，我觉得他另外一位是我跟他很好，骂我的人我跟他没什么往来，那跟我很好那一位，他是想试图缓夹党内团结，OK， 他也是语重心长，就是故意讲成那样，我只是说党内压力是大的，而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媒体，比较亲共的媒体对我们真的是杀得蛮厉害的哦。那即使我有收视率，亲共的媒体比较右边的媒体也不会找你上电视，那就算了，无所谓。哎，我有上你的就好了。OK， 那在节目里面就讲证据嘛，我觉得就把证据摊出来，对呀，大家看这个案子到底不。这今天我这样说哈，我讲几个大的证据了。好，我们继续追查农地。下里我在调那个地农地，为什么查农地？为什么查呢？我就怀疑是那个。就是橘子嘛，他们家族有没有一起去买那个农地？新竹身份证字号前3码相符，可是我后面要再查清楚一点啊。你看我的爆料，我去告他，我没有乱告嘛。大家看到证据这么多吧？因为以我们的经验判断跟接受到的检举，那个就是个弊案，果然是弊案，没有人说金华城不是弊案吧？对不对？第二个，那我抓那个商办现在很可能被扣押。如果扣押的话是什么概念？不是用你的7000万的你说检举补助款，那30块买，表示其他钱或是送哦。你知道，所以这个如果扣押的话，所以我们但现在还没有，我们大方向就往前推进。我也体谅黄国昌，我这个人是大度的，我不像黄国昌小鼻小眼睛，你知道？我怎么说？黄国昌骂我够惨了吧？可是我有回骂他半句嘛，因为我是忍辱负重。你还垫了蓝白合？对，因为蓝白合我是反对的，你不可以跟黄珊珊跟特别柯文哲这样的贪污犯绑在一起。我觉得是非道德还是超越蓝绿白吧，当然这个有共识嘛，这是人民的期待。第二，今天我们只能跟黄国昌合，因为我们跟他合是有一点黏，又不能太黏跟白，因为我们就席次上每个议题来谈合作。举例说，接下来的俊宪他们会审那个人事权嘛，对同意权嘛。那举例说，以后的罢免的门槛啊，要不要调，干嘛？就是选择性的为人民好而增加国民党支持度的
的案子，金士尼敏的案子还是要合作。所以他骂我，我觉得骂就骂嘛，你开心就好。因为他骂我有很深的苦衷，你知道吗？因为他是佣兵嘛，他是武功高强的佣兵，可是他只有帮主带枪投靠，都没有帮众都跑光，时代力量，你知道吗？然后，可是黄珊珊不一样，那是心头肉那是柯文哲夫妻的心头肉，血统纯正，那叫做白头山的血统，那个黄国昌是四寿山的，那血统差太多了，你知道吗？血统不好，真的在白里面，所以就很难混，武功高强又没有队友，所以他被局限在只有那个立法院嘛，那个总召给他拿到了，所以他现在忍耐一定要骂我，为了他骂。他骂我能保全他，我也开心哦。第一个，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希望他能当代理主席。而且12月就要选党代表，选中央委员就产生代理主席，因为阿扁那时候很可能没有放出来哈。然后我们就被他骂2句，让他拿到代理主席，然后进一步促成叫做正常的主席换人，这个主席没有弊案，没有贪污，黄国昌没有，这个可有，所以他骂我的话，我觉得。他骂我2下，然后在党内取得比较，因为黄珊珊他们也会步步进逼对他，就谈血统干嘛？你外人，我是内人等等，所以我们呢，如果对他骂我变成他党内的养分，我也开心了。OK， 俊有没有听到？多大度？非常荣幸哦，等很久，今天总算等到跟小平能够在同一个时间。这真的算孤勇者啦！国民党已经党主席亲自下令不可以批柯文哲。但是整个金华城的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楚，真的就是靠小平同志这样的一路紧紧追着，没有放弃啊！而且其实全台湾唯一一个去告金华城的就是钟小平议员，就是只有他去这样去提告而已也表示说，可能小平议员很早就知道这是个弊案不过，现在你当然会成为白的眼中钉小草现在一定恨你嘛。对，那你对黄国昌可能有误解因为你刚提的他血统不正嘛，血统不正当然就不能接班唯一可以就是政变而已嘛。那你现在把老大干掉了，对，那老二就有机会出头了，他怎么会恨你呢？但是。所以表面上这样子讲，但实际上黄国昌的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一定是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感受但是这个案子重点还是回归到司法。那司法现在我认为检察官开始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例如现在大家都知道原来收押是2个月。第一对嘛，快到了。对啊。那检察官你是要严押，你有些。还要拆查，还是你在2个月内可以起诉，那这重点人物当然就是柯文哲嘛，对不对？好，那目前的话，检察官这个就会有压力了，所以我们看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算收押很多人，7个到现在，但提讯的那个频率这个非常频繁。你有看过这么频繁？对，说实话不多。我帮你问了，东豪跑司法多少年？34。请问一下，这个提讯的那个频率算频繁吧？在你所有的案子里头，算是比较频繁。比较频繁。但是你说是不是最频繁？那倒不一定但是这个以比例来讲，算高的。对，当然算高。来，对，那表示是说检方频率高是第一个啦也有一种就是社会压力还有一种就是办得顺利了他可以持续的顺藤摸瓜，顺藤摸瓜。但民众党有朋友就直接讲说没有，就表示你办到快7G了，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一直不断的提一直不断的提，就想尽办法用所谓的讲说疲劳轰炸的方式，然后轰的到最后你们是不是要承认？也有人是这样讲。其实以我来看呢，比如说他去扣押金华城，对，基本上他就是不要你沈定金当污点证，你现在要当我也不给你当。这是检方的一种有把握你把那财产扣起来，沈定金当了10年，那是他的命对了，那他怎么可能他就跟你拼司法嘛？那所以有这种地方来看，我是觉得检方其实是某种突破了。还有像李文忠，还有朱瑶，检方可以后来能够顺利的把他们不止列为被告，还把他收押。对，然后朱瑶虎是抗告成功再押。那表示检方已经查到某种相当的连结甚至证据。尤其最后现在这个什么举止也浮上台面了。
那橘子是不是真的畏罪潜逃啊？或者说至少我是觉得有一点刻意闪避的味道。你应该知道全台湾都在找你。对。就你好歹发个声明说，你们大家都误会了，没有任何东西，我很快就要回来，或是我告诉你我是去读书或什么，我就拿一些资料传回来给你看一下。没有错，跟之前啊台北邵秀佩嘛，对啊，民众党不是都举邵秀佩当例子嘛？那时候以为他潜逃，其实人家不是回来。对，那至少邵秀佩第一时间有立刻说，我在哪里？我要回来。那橘子应该知道现在大家多期待你能够给我们讲句话啦，或者是说至少你要回应一下，那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你也可以讲没有啊，你也可以帮柯文哲讲话，帮柯文哲讲话也可以啊，或者是说他不一定要回来啦，因为检方也看不出到底有没有传他嘛，检方也没有证实嘛，那检方到现在也没有通缉他嘛，那至少你应该回个声音嘛，透过民众党也可以啊，对不对？发个文字啊，拍影片都可以啊，完全消失，这个反而这明显的极不正常嘛，但玉凤现在看起来的话，第一个，橘子有这么重要吗？像大家所讲的。第二个，如果照这几天媒体大家讲，包括杜聪明整个系统上面，他们家族这里面，包括财产所捏，橘子应该也是不缺钱。但你如果再往回讲，前几天不是有媒体在那边讲说，那他到日本去有没有带了包括不知道几百万或者什么的，就过程当中分批啦或什么。如果他们家是有钱人，那他带一些钱出去正常吧？如果他们家是有钱人，可是小平刚讲，他们整个家族的财产真的有这么多。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观众我不知道有所谓的受托、信托、专户这种事，对不对？对啊。其实徐子怡家底，整个家里面其实家底算丰厚的，家里算丰厚的。刚才讲到那个杜聪明遗产的增值，那一个缠讼了18年，在2016年6月3号才定的，才最终结果出来。你说当初1986年在打这个官司的时候，那时候的资产叫20亿，2016年呢，而且他买的土地都在哪里呢？中山区，台北市中山区、淡水还有彰化最发达的地区。你说那个资产到2016年打官司到2016年哦。之前说公告20亿，2016年公告是50亿啊。那公告限制不是真正事实50亿啊，是公告限制。对啊50亿也开玩笑。你想一下，大家分一分，那你说家产能不丰厚？他们有没有很感谢？结果后来感谢打了官司。因为如没打官司的钱，大概早就分完，早就卖了。因为打官司没得分没来，结果后来涨成这样。其实这时候大家要谈和解，应该蛮容易的。你看都涨了这么多了，大家分的怎么样都比以前多啊。所以你看那个官司打这么多年，18年的官司，资产里面20亿变50亿，你想想看，5个子女这样一路分下来的话，你看那个家底一定很丰厚，家底丰厚。所以你说徐子瑜家族缺不缺钱？其实他们并不缺钱，是。但问题是，你说啊，家里有钱带400万出去什么？不对啊，带400万台币出去不违法嘛？所以讲说是不是分次嘛？对啊，然后当然，受托信托财产专户这个其实他们成立蛮久的，是2029年的10月，就母女里面，它成立都是2029年的10月，2009年的10月。OK， 所以他们的成立已经非常早，是嘛？所以就不是跟科有关系啊。那成立早的话，可能是管理家族里面的财产等等啊，那可能是这个因素。但是里面就是说，大家比较质疑的一件事，你看它的最后变更日期是2024年5月15号，5月15号，那大家2024年5月就很敏感啊，柯文哲买商办啊，6月25号产权登记啊，5月10号买商办啊，然后你变更日期是5月15号，大家就会有很多当的联想嘛
但是有人说什么啊？我财产如果交给别人信托的话，相对安全嘛。我只要设定要件，你不得处分嘛。哦，设定要件不能处分，那这一部分有没有科的资产跑到这里来？那就检察官查嘛。我相信查这个受托专户，检察官查也不会太难啊。只是。你受托的，你接受委托的那个资产到底是明确不明确，确定那个来源嘛？我觉得也不难查。但许子瑜重不重要？今天刚才陈东豪讲的那个拿了一袋给的那个人现在也在国外嘛，回不来嘛，也回不来，也是一个蛮敏感的人嘛。那你说，如果陈子瑜去拿陈英柱的那300万？其实我只想问一句话：柯文哲如果接受陈英柱的赞助，他希不希望曝光？他希不希望曝光？不希望。一定不希望曝光嘛。当然。那不希望曝光，我一定找最信任的人，而且嘴巴不会乱讲出去的人嘛。那陈子瑜去拿，那你说陈子瑜徐子瑜重不重要？当然，因为我相信呢，这300万没有曝光了。民众党现在上上下下的自以为核心的人，大概都不知道这一条。搞不好有很多他很多都不知道。对，然后只有徐子瑜知道。因为他自己，他如果他亲自去拿的话，只有徐子瑜知道嘛。如果有这笔是他，对不对？是他去拿的话。然后之前讲的那2笔，你只说1笔，好不好意思？你只说1笔啊，那算我口误，算我口误，算我口误。那个人也不好曝光啊。算我口误，算我口误，算我口误。那个人也不好曝光啊。哎呀，就补一个吧。那10个被约谈的里面，还有人曾经很热心的帮柯文哲介绍企业主啊。是啊。然后柯文哲怎么认识陈英柱的？中间人。传闻的中间人好曝光吗？也不好曝光啊，也是蛮敏感的人。是因为不曝光，是因为跟柯的人设或形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不曝光的原因是因为黄国昌不知道怎么解释。名声多糟糕啊！不，拿这个时候国昌老师要出场，因为国昌老师问到这题会说，垃圾报道不值得评论。OK。那你说，徐子怡到底重不重要？当然重要，非常重要。那你看到？检察官里面报道里面要追徐子瑜里面还包括不止金流，还有 USB 什么。那换言之，徐子瑜是保管了很多东西。尤其他随行到的任何场合里面对谈的记录，徐子瑜会不会去做记录？以前蔡壁如做记录。那现在谁做记录呢？那这些记录的档案到底在哪里呢？所以你说徐子瑜重不重要？相对重要，因为不管你说好陈英柱也好，王令麟也好啦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2022年。因为台玻装潢，其实它是2022年10月的时候开始装潢，因为他那时候要卸任租办公室，那也是2022。黄珊珊选举2022 11.1小审1500。沈庆金2022，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几乎都是2022。那2023有没有？2023要选总统啊。你的意思是说2022都这么多事？2022有，那2020也要选举2020民众党也才刚成立那里面。如果现在的 USB 到底是不是只有2022，我们不知道。OK， 就现在你看到检方约谈的人谈的事情，不管是所谓的对照组等等，它都是集中在2022哦。那前后的呢？前后是检察官在 USB 里面不讲呢？还是那个 USB 只记载了2022，还要往下查有没有2023，有没有2024，往上查2020也是选举，那中间过程有没有 USB 的存在？有没有 Excel 档的存在？那一开始
我相信检察官没有注意到徐子瑜的角色。因为我是办案，我对民众党里面的政治生态或许不见得这么了解。你随着 USB， 那所有人的基本上手机羁押人都被查扣还原，你认为柯文哲跟他的随行完全不联络的？从来都不联络的，不可能，不太可能吗？不可能，不太可能吧？那柯文哲又很喜欢用手机交代事情。那你现在看到的，不管是徐雅虎跟李文忠的210，那个是赖的对话。OK， 那个仅限于朱雅虎跟李文忠的赖的对话，那个是对话截出来去查政治现金里面的问题嘛。那后面的2022年里面的还有一堆东西，现在逐渐浮现。那2023年，尤其关键，2023年要选总统。前面呢？难道柯文哲跟那一天传讯的人，传讯的那个豪华的证人组里面，就只有接触2022年吗？我听到的就不止哦。可是刚刚一夫所讲的所有人里头，他会在未来来讲的话，你如果把它时间点再往回的话，会不会是因为这几天大家蹦出橘子这么重要，是真的这么重要吗？我们都在问像这样一些事情，橘子到底是未来柯文哲要扭转无罪的一个关键，还是他会是甚或可能让柯文哲造成有罪的一个破口？不知道，在未来来讲，那往下的一些发展。但是刚才讲到说，如果要是检方早知道橘子，像现在大家所讲的，因为检方也说他没有叫大家不要揣测，但是他可以告诉你，他现在确实有想要厘清橘子的角色。检方如果要早知道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会不会跟应小薇有点类似？尽管对，因为当时检方是不是被迫提早收网？因为我本来没有打算这时候要发动，结果没想到8月27应小薇一个要出境，那我不得已我就只有整件事，因为他是被禁管嘛，禁管就你到那个地方，他会跟你讲说你没有办法，就因为他会马上通知，然后检方就开始。那检方是被迫要去提早发动嘛，所以造成一系列这样。好，那这一系列往下办一直办到现在，范老师，现在变成所有的人讲说，好，你听到，其实长期来，民众党的一些朋友都直接跟你讲说，有金流，你要起诉，你要办什么都应该，没有金流，你们就不要冤枉人家。OK， 包括陈佩这2天还我夫君，类似像这样的一些。那可是这个过程，那大家讲，橘子不讲话，当然不代表他有罪。只是已经吵得这么沸沸扬扬了。刚才俊宪委员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好歹发一个话嘛，有事没事，你有罪无罪，甚或你帮柯文哲讲一个重点都非常重要。可是现在是连旁边所有的人讲皇上不急急死太监，连旁边的人都在讲一堆话。我也不晓得那个 Thank you 哥他的朋友，他说他的朋友，他公开一个是橘子的朋友还写给他信，橘子你辛苦了，不要背锅。你为柯文哲奉献青春，时间过劳，不是干嘛这么诉诸撒狗血的东西啊？然后几乎全年无休，你们家也不缺钱，这我就不懂。2.3亿、3.1亿都只是零头而已，不需要为柯文哲离乡背景。所有的这些好，那当然这个林万年是已经是离开民众党，然后讲柯文哲跟特殊人见面以后都会要橘子要加赖，他讲说橘子所有事情感觉上好像都非常了若指掌，很多人一些事，现在变成好像大家都很急，但是橘子不急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要叫橘子啊？他的名字叫徐子瑜，念快了叫橘子。对，你们这个太肤浅了啊！那请问一下，什么叫你知道橘过淮为枳？听过这句话吧？有南橘北枳嘛。对，橘子跟枳其实也是橘子的一种啦，同类型啦，所以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徐子瑜嘛，枳。枳就是橘子，橘子什么意思吗？那它是酸的还是甜的？我不晓得，可能又酸又甜啊。OK， 对，所以这样本节目我在想为什么这样？本节目为政论节目，不是说文节目，现在变说文解字了哈。但是我想，为什么还要橘子嘛？不是农业部的宣传短片，有橘怀为枳，就是当时那个好吃，但是过了以后，结果就发现变酸了，所以才会有橘怀为枳，好吧？既然大家要来再来啊，还有没有其他要解释的？我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解释为什么他叫橘子嘛？对啊，我发挥我的想象力了哈。好，那导播刚那个可以剪吗？不要剪是吧 ？OK， 我们要登导播喜欢吃橘子，不要剪。OK， 继续。好，就每日一字啊，每日一字。那我们真的不要小看他。
我觉得这2天为什么他的名字忽然出现了？其实橘子这个人非常低调哦。你看这过去他过去在柯文哲身边已经好几年了，他是会闪媒体的人哦，只要有出现他都会闪到一边，他都到最后面，对他最后面，而且他个人本来就你刚刚讲他低调，昨天那个邱明来上节目，大家都知道他是长期跑柯文哲，对。我昨天就问他说：“橘子，对你熟吗？”理论上柯文哲身边的那些，他大概都还对，但是他说他其实也不太熟，他对好像见也没见过几次，所以他确实是非常低调。你看柯文哲身边的这些，不管是发言人或他的这个机要，都是这个开始做媒体出身的，是，要不然就是让赏心悦目嘛。你看什么陈志涵啊、黄静怡啊、表姐啊，对不对？这个学姐吴怡萱啊，对不对？柯 P 说过，发言人不能丑的。对，一定要正的，对，而且短头发，这些发言人去拿钱，大家走在路上，大家都认得出来。对，所以如果有这那个越神秘的人，当然要低调一点了。对，柯文哲喜欢短头发，而且他们如果出现在媒体，一定他们如果有穿这种所谓的竞选背心，一定会写自己名字。当然杨宝珍啊，什么吴怡萱，因为他们未来可能要他们本来就是在这个荧光幕前的嘛。是，橘子也有穿过选举背心哦，上面写什么？柯文哲不是橘子，就是真的写橘子，对，哦，真的有这个，对，然后还有人去看有没有芭乐，或者真的写对，或者榴莲没有，芭乐在农地上面，反正嘛，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他的名字，因为你如果看到这样写橘子，你就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非常的隐姓埋名啊。这种人真的是，我们说大的政治人物要有这种人出现，就他不想曝光媒体，非常低调。然后刚刚讲过，这个是财团法人杜聪明奖学金董事里面有一个，就是谁？看到没有？就是橘子的名字嘛，看到没有？第14届董事，徐子瑜，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科员，一个科员可以当到董事吗？然后他是学历什么？台北大学会计系，我认为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杜聪明的奖学金董事？他的曾祖父就是杜聪明嘛，阿仲嘛，对不对？他的对，他是家族的嘛，因为我们知道刚刚讲过，他有100亿的资产，他们家族，他们在中山区有1000到2000坪的土地，有100笔。而且林森北路巷子叫整排都他们家的房子是这样子买。对啊，所以你看我现在对橘子讲话，我是腰杆打直，1/3板凳。那他们的家族为什么这么厉害？大家知道吗？他的这个杜聪明，我们知道他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医学博士，台湾第一个拿到医学博士的，还有就是非日本人以外的第一个拿到医学博士杜聪明嘛。他早年做什么？做研究台湾的毒品吗啡，后来就是研究毒蛇。他1968年获得日本皇室给他的勋2等瑞宝章，这个勋2等是1888年明治天皇所设立，这叫勋，请大家看一下，这是勋章，这个勋章勋2宝章，这最大的是叫最大寿章是第一名这个勋2宝章，我不要讲，连日本人都很难拿到，请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是非常的精美的勋2宝章，大家知道辜显荣吗？辜显荣是引日军进入台北城的，辜显荣只拿到的是勋3宝章。大家知道辜显荣吗？辜显荣是引日军进入台北城的，辜显荣只拿到的是勋3宝章，3等哦，他拿到2等哦，所以你知道就是说杜聪明在日本政界的影响力，所以你想看，今天橘子在日本，他就要跑到日本去了嘛？你觉得日本怎么看他？他基本上是等于是日本等于是皇室的所授予的这么高的台湾人哦。1968年那个时候已经是日本已经是2战结束以后受到这么高，然后杜聪明刚刚讲为什么他能够买那么多土地，2蒋时期你不是说有钱就可以买，你要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吧，特别是本省级人士啊，是为什么？他在1910年，他跟蒋渭水在日本就参加同盟会而且那个孙中山还指定他当通讯员，什么通讯员？
跟下面的人进行联系的秘密联系的非常重要的管道。OK， 然后1913年那时候不是袁世凯称帝吗？他从东京跑到北京去，要拿霍乱水，想要毒死袁世凯。哦，所以你认为蒋介石看他跟他鞠躬啊？你跟孙中山的关系搞到比蒋介石还亲密啊？所以为什么他二战，我们知道二战时期后来结束之后，228事变，很多在台湾念医学人都被枪杀，包含我们看到最有名的张七郎。为什么杜聪明可以？他不止逃过了228，二战结束之后，台大回来变成本来是台北帝国大学，变成台大，他是医学院院长，还担任代理校长。所以杜聪明在两蒋时期不但能够全身而退，而且能够买那么多的资产。所以为什么柯文哲对于橘子那么的崇敬？除了他家里有钱之外，他的身份地位，还有他有杜聪明的后代，不是柯文哲不是说他拿过杜聪明奖学金，后来发现是假的嘛？没有嘛？所以我觉得今天橘子之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地检署，为什么公开讲说，这个橘子是我们的这个，他只是我们的证人，请外界不要再揣测，我们已经联系到他了，如此恭敬，他的地位这如此恭敬，一定不是因为他是杜聪明的后代吧？一定不是因为他们的家世好不好吧？一定有其他的目的在里头嘛？重要就是他掌握了内脏嘛。对，他掌握了内脏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李文忠是外账，是公开的，不管你是木可公司或者别人的捐款，那是公开的。可是最关键的这个内账，没办法，我们外界没办法公开找到的东西，在谁手上？在橘子手上。但这我们就讲，因为你听像黄国昌他们有讲，你们大家都把他讲成是这个样子。他说他不过就是一个随行秘书，你们大家讲的不会听也正的，俊俊，你说不是吗？他就是一个谁很多。政治高层的人都有随行秘书啊。是寿山当然不知道，问白头山就很比较清楚，好不好？要问白头山血统的，对，橘子绝对是白头山的血统，他也是白头山血统。从杜聪明以来，柯文哲看到橘子，等于看到杜聪明，对，所以那真的是白头山的血统。OK， 那柯文哲想蹭杜聪明嘛？对，就像他一直很想蹭蒋渭水嘛，他要跟蒋渭水同一天生日。民众党成立的那一天。就是蒋渭水的生日，所以他要去蹭这个血统嘛，他自己是旁支嘛，他要去蹭这个所谓的主流。来，接下来不是什么？不，黄国昌讲话是很有艺术，很有经过思考的。他表示他对柯文哲肮脏的事他都不知道，他连橘子是他的亲戚幕僚他都不知道。在未来小草要跑到哪里去？反而啊，你说那什么四寿山啊，为什么有优势啊？你白头山的都脏嘛，对，你们这批人都胡搞乱搞所以未来要救整个帝国了，就靠四寿山，就靠四寿山，因为四寿山还干净。黄国昌讲话都是，你看他怎么不知道橘子的角色？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反正他现在讲的话，基本上他都是局外人，所以基本上对于检方来讲的话。如果已经把橘子已经浮到台湾台面这么高了，大家现在在场每一个人都期待橘子是不是了解他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检方非传他不可。只是以目前来讲的话，我认为对柯文哲一个非常不利的。因为橘子竟然完全失去音讯，这个完全不合理嘛。那个经过我们刚小平同志的分析，我们觉得这个橘子角色应该是可以达到非常重要嘛。不是因为第一个，你钱会放在谁那里？基本上好像放有钱人那里比较安全一点。对不对？有钱人不会污你的钱。对，他那么有钱，确定。基本上对不对？那经过这范老师的分析，这个人又不喜欢出头，他又不选举，他又不喜欢浮上台面，所以你看我不认识他，没看过他，我每次看到媒体的照片，他都躲在远远的地方。所以媒体要再框起来。有的地方还根本只看到身影黑黑的，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这种人适不适合把钱藏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好像不，这整件事一直发展到现在。刚刚讲，因为一次加起如果2个月来算的话，对柯文哲主席这整个案子来讲的话，已经不到1个月，就一次加起来看，你不讲严压的状况，所以就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检方所有这些目前看出来，而且你会发现检方现在办的所有动作都没有隐晦的，他就是大辣了就让你知道这些事情。可是对柯文哲来讲，所有东西浮上出来，民众党有一些朋友是在讲说，你们就是办。如果办不成，你就是要把柯文哲，就是等于是把他给拉黑到，把他给黑死，就变成是这样。可是现在浮上台面，譬如说刚刚讲
嘉义陈姓大亨的角色，所有像这一些角色，或是跟财团之间距离的角色。就算连橘子吧，媒体上大家讲说他以前在那里面是不是跟所谓的富二代、富三代比较熟？因为讲到这件事情，你真的会想到，他们说是柯文哲，这让什么那个富二代、富三代实习生是柯文哲创的吗？对，没有这个编制哦，没有这个编制，不然你就最多我们能做到怎么样？就是举例说，市长是我用人不够嘛，对不对？那我就把其他的各个局处有机要，然后薪水用你的名额，用公务局的去来帮我市长做事，这勉强了。我觉得你不能弄实习生就，而且那个我们新北的唯一的议员，那个民众党有没有？他经历就写实习生啊，市长是，而且实习生在国外你去找哈佛这种常春藤这种大学校啊。很厉害的 ，OK， 他帮市长写个推荐函，又有那个资历，那很厉害。因为因为这些事情，就是大家又复讲以前的事啊，真的以前那时候不是还记得那时候真的有一个，对，那就富三代那个人，那讲话非常嚣张的那些，当然这你不能把他这样算到柯文哲上。可是如果是他创的这些所有这些制度，那橘子跟这些人是熟认，这些都会摆在里头。市长已经变成2代3代的招待所，还可以把谢明珠。那个现任的主任的椅子搬出去到外面，这不是什么无法无天好不好？根本就是。先讲一下，那个柯文哲都有公开讲过，他说我这个不叫实习生，那叫在市政府的里面的正式编叫做约聘行政助理，纠正了大家。OK， 可是就连他们自己都说我们是市长室的实习生，从橘子学白宫的，学白宫，对，所以他其实是用约聘人员去聘的哦。但是就刚刚我跟你提到了，大家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个富三代，对，这也是2022年，那年真的好多事情啊。在2022年8月的时候，有一次柯文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本来在接受采访，那后来不让媒体讲了嘛，然后突然间就有这个实习生出来挡住了，而且后来柯文哲走了，他就直接大呛嘛，直接呛个某电视台说那个，你知道我爸妈是谁？对，我知道我爸妈是谁。然后你们总经理我也认识，你死定了，等等之类的。然后后来就被人家爆出来是，反正就是某交信的这个财团的富三代嘛，那这个就大概这样。那后来一去查，这位2022年他也是用实习生名义进到市长室。那刚刚讲橘子是2020年，他刚进去的时候也是实习生，后来才用这个机要秘书啦，然后转到社会局，然后再到市长室等等的所以发现实习生这个制度柯文哲独创，而且看起来有迹可循。因为我们刚刚大家都介绍了这个徐子瑜的整个的背景，这位刚刚你看到这个富三代的背景，我是不晓得，或许这个议员们有机会可以看柯文哲时代用的这些实习生们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资源是在后面支撑的？因为当柯文哲被问到说这位富三代说怎么会来当实习生？有一个按照这个既定的 SOP 走，那时候是许淑华问的嘛。问说按照既定的这个 SOP 走，结果柯文哲说没有啊，我就交代一下他，因为他想进来，就这样没有 SOP。那所以后来也才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变成柯文哲的另外一个私下串联系的一个聚宝盆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就刚刚这个小明哥讲，好像就变成一个市长室变成富二代、富三代的一个聚集所，而且后来也传出来。这位富二代、这位富三代不是出事了吗？出事的时候要好加管束，也不是把你fire掉，是告诉你说以后你就不要在媒体上面出现了，好好的管束，谁负责管束他？橘子，对，橘子就是等于是什么？也有人在传说，他其实就是这些富二代、富三代的，算是一个 hub 吧。透过他本身的家族渊源的关系，他可能很多认识这样的政商脉络，那所以就一一的可能可以拉进来。那拉进来之后，就由他负责。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所有过程发生的这些，对柯文哲主席来讲，我刚刚讲，包括案子在侦办的过程当中，未来怎么发展，包括柯文哲主席在人设上面会不会让人觉得说，从2014到2024之间会有相当一些的落差，都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可是最新的一些案情往下滚，东好，包括民众党的秘书长那个周玉秋，还有他们的发言人那个戴玉文，这两天也是一样嘛。那北基组在查，对，那是要查什么？查状况基金会，还是要查哪一块金流？这个会不会让民众党他确实可以出来讲说，不是你们这样搞，你这样搞，国内哪一个政党可以经得起这样搞啊？你就是摆明了要断我金流，断我所有的一些，都断我手脚，我就在那给你打就好了。这个不要怪别人，都是自己造成的。我用阿扁做例子嘛
2008年马英九一上台的时候，陈水扁有多少个案子？你要不要数一数？龙潭，对不对？南港，然后呢有政治现金，然后有国务机要费，其实很多案子，这样随便讲，还有那个吴淑珍，忽然间买了股票，忽然间，对方原价买回的，那发生什么事情？那时候民进党是不是穷于应付？当然穷于应付啊。为什么民进党穷于应付？民进党人不知道阿扁干了什么事情啊？那发生什么事情？那时候民进党是不是穷于应付？当然穷于应付啊。为什么民进党穷于应付？民进党人不知道阿扁干了什么事情啊？痛苦在哪里？当时民进党所有的人不知道陈水扁干了什么事情。你回去看别人的时候，羁押的人多不多？超过现在的7个啊。不止7个啊。为什么？因为他是总统嘛。柯文哲好歹只是台北市市长兼总统候选人，所以他的 size 的能量比较小一点，不能跟阿扁比。阿扁双日节还坐在蔡英文旁边呢。阿扁对蔡英文那8年的时候一入院呢，因为蔡英文一直不去看他，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吧？那你回来看周玉修他们今天有去北基组，因为大家都关注在金华城，都忘了众望，忘了政治现金，忘了竞选总部的报账的事情了啦。现在你再回来看那一段，你觉得好像那个事情好小哦。觉得那是什么啊？芝麻，烧饼是金华城。众望好像是一颗芝麻，或者是一堆是几颗芝麻，但是最早开始约谈的搜索是什么？是众望，是竞选总部，是木可啊。那段大家不能忘记啊，那段还是要办啊。你已经搜索了，你不能就摆着忘记啊。所以不会忘，金华城的钱进到那边都有单位，那是连在一起的。金华城的钱进到哪里？我们先不用讲那么快。你说政治现金210万那一块，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只有人头那个210，对。然后有一些是不晓得陈佩琪为什么那时候有存款，现金存款。对啊。答案检察官应该知道的，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不敢讲太快。好，所以所有东西都要进行。那北市科还没开始吧？还是北市这个开始的，我们没有注意到，在第2、第3办公室开始办，可是又停了一下。可能我们不知道。我觉得是我们不知道。因为你要弄那么多检察官，然后确定只有北市科吗？我觉得不止北市科。他还有一个雨果啊。那也是钟小平。对，我也是我去告，还台志光，我也是我去告的。对啊，都是你。台志光也我告了4个。台志光也有啊。所以台湾民众党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柯文哲干了什么事情。他们知不知道柯文哲跟嘉义大亨有一个300万？能不能出来解释一下嘛？当年马英九因为被说跟嘉义大亨见面都要告人呢，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嘛。嘉义大亨人家现在也漂白啦，为什么好像一副见不得光的样子？所以台湾民众党是他现在的难是在哪里？除了橘子以外，有谁知道柯文哲收了多少钱？第二个，把李文忠开除了，李文忠也会知道收到多少钱了。李文忠所以他被收押，他现在被收押，对啊，现在还在查这个过程。可李文娟还在外面呢，李文娟还在外面呢。可是如果台湾民众党去联络李文娟，会不会说勾算证人？所以你知道他很难。可是陈佩琪就不要装无辜。陈佩琪不要装无辜。为什么？一些钱他不会不知道。只是不要赶尽杀绝。他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就像朱雅虎不会什么都不知道。有5亿的账要董事长盖章出去的，你不会不知道。你不能装傻。你不能说我是橡皮图章，请问小沈，你不能这么讲，你讲也没有用，因为你盖章就是要负责任。再补充一下，这个案子还有一段距离哈。朱雅虎要盖个5亿的章，帮他背书的人是谁？不是沈庆金哦，这些公司的名字都没有沈庆金哦。
前经济部长陈瑞隆，他那时候是担任，他现在是现任中石化董事长。对，那个这家公司是你100%持有的特殊目的公司，中石化呢，都还没开始哦，都还没开始哦。这个案子还有很多一块，是不晓得检察官还没动，还是检察官已经动了不让我们知道。OK， 所以他们不用讲那么多话了，他必须先搞清楚到底柯文哲做了什么事情。我再讲一次，摧毁柯文哲的、摧毁台湾民众党的不是别人，是柯文哲。柯文哲没有做这些事情，没有人能够摧毁他。当柯文哲你要去接触这些人，当柯文哲你要去接触沈庆京，在沈庆京最困难的时候，你要帮他。沈庆京什么时候最困难？还是一样去看中石化的财报合约，因为有规定，什么时间内必须要动工，不动工就要罚钱。去看看那个时间的巧合。沈庆京、吴东进先生，为什么3个人要一起在桃竹影园？那些都是巧合嘛。当然你可以看到中石化这2天也有发一些讯息声明说明说他们一切呢，因为是上市柜公司 OK， 所以他们一切都是依照所有的相关的一些财报啦什么，而且经过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全部都查核过 OK， 一切无误，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可是刚才讲的东西，包括检方在查的所有这些东西，那未来会呈现是什么样？那大家也都在往下看。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你一路走到现在，小平，昨天的集会，尤其是大家最关注的那一块是当陈佩琪走上去，然后讲说台湾如果有司法公义的话，就应该还她老公 ，OK， 然后他举的牌子下面一片的牌子也是这个啊，就是在直接告诉林俊宪，告诉执政党就是司法不公，然后政治办案，就这样。昨天是个很失败的案，这是知道西门町的6号出口，都小朋友很多年轻人，对，在西门町，你看啊，它叫集结2个字，对，这边是集结。这边是客人啊，就走路的人，对不对？这边是到徒步区的，所以不超过200人。对，我跟你讲，那个他是不是挑的时间不对啊？不管挑太早了。我们这边呢，我们人宽厚一点，我们不要把这边的人变成自然人流了，就都算你集结的这一块，那旁边就不能算嘛，就200个，不是500的。不是那个旁边有一个阿中面线啊，人可能比这个还多啊。因为我觉得老天路人，我觉得办的时间不对，应该办晚一点，搬晚一点。人会比较多黄昏的时候人最多了。傍晚的时候一定场面漂亮。那为什么办在6号出口？没有人有动员能力了。你有本事办在室内空间，你办个300、500、1000也是一件事嘛。我们去选立委，总部成立都要办几千人嘛，那是基本动员。因为他现在动员不了人了，因为小草你知道小草都变成含羞草。现在草有几种，正常叫小草。那躲起来叫含羞草。那现在像那个战狼小姐姐，然后吴怡萱这些还张牙舞爪的乱咬人，叫猪笼草。我就把它掉进去，我们7749天化为血水，你知道吗？就是炒一份炒面，你会不会快化为血水了？对，我掉进去就化为血水了。这黄国昌再攻我一下的话，所以变成人很少，很凶悍，完全不讲道理，完全违背社会的法令常识，你知道这个是很可怕的事。好。陈佩琪说：“还我夫君。”那穿那个 Jaspis 应该我穿吧？什么是你们这8个穿啊？是不是？是不是？我看游淑慧穿吧？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好，那今天凭什么要还你夫君？还你夫君，司法才有公道。还你夫君，司法才没公道，好不好？压了才有公道，好不好？不是吗？因为很多证据还没有调查清楚嘛，犯一直联络嘛，对不对？你会不会串供啊、勾串等？回到司法条文嘛。我要讲我才要上街头嘞，为什么啊？为什么？你有什么冤屈？还我容积啊！台北市我们守土有责我们你这个容积给人家几百亿，有一个大楼挂出来的那个，我也要840，是这样的，因为台北市是一个有总量容积管制，你多别人就少嘛。那现在是历任的这些决策的副市长、市长全部失职，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台北市的都更。80%以上是不是住3、225，连一坪换一坪室内都换不到。所以都更为什么不会成？都变成乘以0.6、0.7，少了28、38，谁要都更？所以这台北市就算不贪污，就算都更的这个整个问题都是很无能了。历任市长
更何况你的都跟也小气，我跟你讲，柯文哲对老百姓啊，老百姓不是挂布条要840吗？那你为什么对财团这样？而且你还收人家那么多钱，而且你现在没查到，哎，有金流，我在节目上我就敢这样讲，他来告我嘛，柯文哲对不对？是不是？不，这个太糟糕了，而且可怕的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哎，嘉义大亨给你钱，这不是最丢脸的，最丢脸是嘉义的那个博弈大亨不见你，然后因为如果说总统级是上亿嘛，一来一去嘛，人家真的要捐的话，私底下捐，然后你选市长几千万你选的是总统然后你去，你让不要见你，那丢个300万，好像打发丐帮一样，我觉得很丢脸这第一个是面子问题，我们大家这些做大官的面子很重要嘛哈。那第二个是什么？你怎么可以去跟博弈的大亨去要钱呐？还真的拿了钱？不，你今天你这样搞的话，就好像你变成从政，变成万华的那个政治人物的，你知道？这样子破罐破摔很丢脸，好不好？你没有想过？你钱就拿白道的钱，你拿那些企业的钱就算了嘛，反正有政治献金法，你要拿现金，或者你要在监察院一条一条公布，你什么钱都拿。那是不是你要拿人家卖鸦片的钱金三角的钱？但是这个没有拿了，我是比喻啦。不管黑猫白猫了，就会抓老鼠就是好猫，会给钱就是好猫。对。不，如果我们身为台北市议员，身为台北市250万分之一，我也是台北市民，你不觉得这样做对台北是很丢脸吗？对首都是很大的羞耻重点更糗的是，人家拿钱打发你，连见都不想见你。我怎么不台北市？怎么可以出这样的市长？然后你这些还敢穿这样的衣服上街头？那个穿这个 Justice 的衣服就是正义。你们做的是什么正义的事？你黄国昌啊，还8个人一起穿，你们是什么人啊？你们是立法委员这样很丢脸的这样一个政党不大家从政有点羞耻心好不好？柯文哲这样做，今天即使你不去攻讦他。是不是？你就算了，自己的主席不是？你们是昧着良心在护他这8个人你们要把台湾最珍贵的、最干净的第三股的力量，中间选民带去哪里啊？这台湾的悲哀这个是我就丢脸丢到西班牙去了，根本就是丢到国外去了个丢脸。不是什么？我真的我没有话说了，就是。那陈佩琪还敢出来站这边？因为他们觉得冤屈啊，还我夫君。你中秋节团圆的时候，人家小草守夜，你去1小时就跑了，你根本不爱你老公。我跟你讲，我觉得，人家还关你什么事吗？今天你手上，刚上一副讲几百万那个存 ATM， 然后看这个房看那个房，你没有10亿的底气，你怎么敢看房啊？而且你都现金买啊？不，你今天你是个公务员，你是个医生。你嫁的老公后来有幸变台北市长，然后污了这么多钱，你看那么多房，你还敢上街头？我觉得丢脸这丢人，这是。你现在不能直接用他污了这么多钱，因为检方还在办。可是小平刚刚讲的这些，检方也在办，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这些事情？可是过程当中，尤其在昨天，你看到集结，然后包括喊司法不公，然后政治办案，所有这些，但是陈佩琪当然因为是柯文哲夫人讲的这段话，也让大家听一下来。我刚刚听很多人说要还我阿北来，如果台湾有司法公义的话，我真的要说，请把我的先生放出来，请还给我的老公，请还给台湾社会那个在医院里面救人无数的柯医师。这个已经是把柯文哲捧到了一个政治犯的神坛了。他就是东山书记了，就是曼德拉了，就是刘小波了。对，就我觉得，你看那个音乐，那个因为民众党过去的这种活动是没有什么音乐的啦，就是大家小剧场。这个音乐以前在那时候就是在威权时代，对，民进党那个时候在威权时代的时候，应该常听这种音乐，有没有？那个过程，这个那时候会常用，就是柯文哲就是做黑牢嘛，然后他就是悬壶济世嘛，救了这么多人，对。你们台湾人还把他赖清德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啊，让他做政治犯，做黑牢，不是我觉得他就在营造这个氛围。好，如果范老师讲说在营造这些，来军宪委，在营造这些，你们自己好，因为包括黄昌，第一个，昨天国庆的时候，黄国长说他本来是要做凯道抗议的
在2012还是什么时候，他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说他是一直压抑着情绪才去参加了国庆，表示对这块土地跟国家的热爱。赖清德，你真的了解吗？他说柯文哲，因为柯文哲会希望他这么做。昨天在场，好，你不管讲说线上线下人数多与寡，那总是支持的一个声音。然后馆长感叹的说，对他看到这么多年轻人，他就讲说，他看到这么多年轻人，这就是民进党要把柯文哲打死的原因。他不死，这些年轻人怎么回得去？那馆长讲这样正常啦，因为他是生意人嘛，他需要小草大家的捐款，对不对？他现在好像是网红抖内第1名嘛，所以让你做生意，咱就卖惯你。那黄国昌其实是很聪明的啦，你看他随时随地都要蹭一下柯 P 啊，我去参加国庆典礼，我相信柯 P 希望我这么做。当然，好像柯 P 已经跪心你了，反正他随时随地就是希望要沾柯 P 的。我认为他太厉害了哈！你看，包括昨天民众党是在西门町嘛？对啊，西门町6号出口。西门町民众党那个挺贪污大会哈，不是他们控诉司法不公。是有点。但是陈佩琪上去的话，好像现在陈佩琪又变成黄国昌在旁边了。已经不是黄珊珊了，对不对？照理讲最近很低调，黄珊珊。这个基本上在这个看起来，那民众党内就完全没有人，就后柯 P 时代了。基本上在这个看起来，那民众党内就完全没有人。就后柯 P 时代了，就一定是黄国昌。就黄国昌，我认为他现在讲的都是在做以后清理战场用。就一定要切除。黄国昌很聪明。柯文哲这个以后在政治上，你觉得是对他们是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绝对是个超大负面嘛。他现在先利用这些铁草，拿了民众党，那拿铁草就剩这么一点啊。我刚听小平同志讲。西门町那里才那么一点人，200个，所以你也不要生气了，表示台湾社会还是正常的嘛。对，如果昨天去了2万人，那我们要生气。尊重多元声音了。对，那只去200个，那就是铁草嘛，中间拱草，然后中间孔安草啊。那这些人拿了以后，政治上没有也不能再发挥什么了。但是黄国昌还是要再扩充嘛，所以他扩充的话，他就要保持他跟柯文哲目前，你管一龙不怎样嘛。对不对？连橘子是谁，一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其实各位可以了解，就算柯文哲是干净的啦，就我们主持人大律师讲的无罪推定嘛。那柯文哲，你跟这些财团，跟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黑金人物在一起，什么朱国龙啦，什么博弈大亨啦，那边，那你每天跑什么桃珠影园啊，88乐园，88会馆。以前不知道谁去88会馆被黄国昌痛骂，去88会馆就是政治上应该要枪毙的，对，柯文哲常常去啊，对不对？跟星光财团嘛，跟一堆财团的往来之密切到必须要全部养在市长室，他那个实习生大概是用白宫的那个名词，白宫叫 intern，就他不是他自创的，其实。我补充细一点，就是说把财团富2代3代养在市长室，这个是独创的。那你设一个什么实习生，那只是他用那个名词啊。市长室都会有一些约聘雇人员，因为市长的秘书，他随身秘书或者是他以前的助理，那不可能都是公务人员嘛。他带自己信得过的人或跟过他的比较长时间的人，那你怎么办？只能用这种约聘雇嘛。这几乎每一个县市长都会有。只是那个所有的这些市长室里面的这些助理或者实习生素质这么整齐，都是财团的富2代3代，这不容易，就全部都柯 P， 只有柯 P 搞不出来。那柯 P 最厉害的就是他可以说一套讲一套如果像我们这么跟这些黑金人物财团关系这么密切，出来哪好意思在骂人？你敢好意思说大家讲自己很清高、很道德高尚？这一点倒是柯文哲这个一代枭雄，真的是不得了。想不到最后还是死在钟小平手里。对不对？事情还没结束小平你还要告他一个什么
你刚才什么公司？雨果市场还有台智光。对，说后面还会有所以难怪民众党恨死了钟小平。其实黄国昌你应该要肯定钟小平。为什么？因为以前黄国昌我记得他在立法院，我跟他同事过。你跟他同事过，你现在跟他不是同事？是，对，差点忘记了。他最用力推的就是吹哨子条款啊，对，就保护像小平这种人，那肯定这种人有这种勇气的人，他可能会推一个那个看破的条款。因为民众党你看多恨钟小平，还说什么医疗要一等于就咖喱加咖喱啊？对啊，对不对？因为中正万华他们现在就是摆明要推最强的人。他现在是接那个台北市党部主委嘛，以前是考纪会主委，不是要叫朱立伦处理我嘛？现在是不叫国民党不提名我，是不是这样？他只是说看国民党会不会推你啦。OK， 东好，朱雅虎才刚抗告成功，但是又被压，而压了以后，检方也不停，今天再提朱雅虎，包括彭正生，但有人就换一个角度来讲。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检方要提柯文哲了。是有人生活直接讲说，是因为上次拒绝提讯以后，检方也算了，我提你，你搞不好又说不来，万马就下秉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检方是真的这一段他已经放弃在提讯了吗？还是那是其他一些策略的使用？你可以把它当策略使用了，因为过去提讯我后来听到柯文哲的回答有很多都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反正你要举证嘛，如果你要说我犯罪就不那个举证。那既然你不想被借题应讯，那就干脆就尊重你嘛，先放在土城嘛。但是在起诉前呢，最后还是要问他一次了。就是缄默权的行使，你这个程序这个形式还是要把它走完。这个在第一个。那朱雅虎可以先讲一个啊，就朱雅虎今天大概会关心跟彭正生那一段，让我提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大家忘记的5亿。5亿？对啊，大家忘记这件事5亿哈。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排列，跟朱雅虎有关的。朱雅虎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鼎越开发董事长。对，所以他跟李文忠那个 LINE 的对话里面，不是那个讲到那个200亿吗？感谢560吗？对。但还有一段就是当560变成840的时候，金华城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公司哈。这家公司表面上有很多股东，它实际上是这个沈庆个人控制的。他后来不是一个公开发行公司。金华城的土地原本也都是金华城这家公司的，后来鼎越跟他买。是在鼎越是中石化这家公司100%控有的一个特殊目的的公司，你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纸上公司啦，它是特殊目的100%的。在56里面840的时候呢，你去看那个中石化的财报，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它必须依照合约要给金华城按照一个回馈机制，所以有一笔5亿出去了，大家其实前一段时间在讲4亿多，那个都忘记有一个5亿了，这个请查阅中石化财报，好不好？那我如果是检察官，我一定要查这个5亿嘛，表面上是合约的这个利润分享，它是回馈机制，可是才刚拿到容积率，你就要拿利润分享，那鼎越所有的钱都是中石化在背书哦。这家公司很特殊，它是一个纸上公司，特殊目的设立的，这个都揭露在中石化的财报上面。所以，光这一块的5亿，作为当时盖章付钱的朱雅虎，你不能说你不知道中石化的董事长陈玉湖嘛哈，如果大家有印象，一开始第一波是1200万交保。检察官是这样子啦，如果他想让我们看到他的这样的动作，就会把人复讯到台北地检署第一办公室，也就是博爱路这个办公室。他如果不想让媒体记者拍到，他可以用第2办公室、第3办公室、第4办公室。那记者通常没有力气注意到第4办公室在哪里。所以有很多进度，事实上只是没有在你摄影机的面前让你拍到而已。好，那你回来看朱雅虎。朱雅虎第一次抗告的理由说，检察官没有举证嘛，那所以他抗告成功嘛。台北地方法院收到以后，当天晚上就开啦。检察官一定就补资料啦。这一补资料，朱雅虎又回去了。那当然，今天跟彭正生的，就是840的。好，840是公文这一段。840后面还有一段叫5亿的资金流向。
那大家一直在嫌那个210万太少嘛，有违比例原则嘛。对啦，就是在常识上有比例原则，在法律上没有了。如果那210万是汇款，就是汇款了。在法官面前，只是看这210万构不构成对价关系，是不是汇款。好，这个要先讲清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法庭外的人在看事情，跟在法庭内的人在看事情，会有一些不一样。好，那所有的进度还是一样，照表操课啊。就像刚才讲到橘子嘛，讲个小故事啊，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呢，就有人目睹过啊。什么？橘子柯文哲打电话给企业主啊，然后呢，橘子就去企业主那边啊，就拿了一个袋子啊，然后就上车了。那一袋橘子啊。对啊，那一袋是橘子啊，只是什么颜色的不是很清楚啊。当然了，你要跟我讲是什么东西啦，好不好？干嘛？赛夫，你看我干嘛？你也有听过吧？你们2个人都有目睹过吗？我没有目睹，我是我朋友目睹的，我害我朋友，好不好？就是你知道，随着最近橘子啊，就徐子瑜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些企业界的，看到这个人的长相的时候，就忽然间会想起很多往事。所以呢，有关柯文哲的故事，还会有更多的故事出来了。但是这些故事也许只是违反政治献金法，它并不违法，没有对价关系。可是会逐渐的会再继续浮上来。OK， 刚好刚刚讲的那个好像不知道，因为不知道那里头是一袋橘子啦，或者什么这些。可是过程当中，橘子的角色为什么在最近才浮现出来？而这个浮现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故事在那？但是东豪刚讲的一个是重点，譬如说前几天不是才那个11个那叫华丽证人团？对，那个华丽的证人团，我那天在节目讲，那是检方就是要让你知道我传了这些人，要不然检方不让你知道，他有800种方式。各位知道以前在特侦包括办很多高官的过程的时候，你以为检方跟包括调查局他们办案的地方只有你知道的，譬如市调站、北基组所有这些吗？不是，有一次办一个案子，然后要传讯当时的一个高官的被告，你知道到那个地方传讯的地方是在台北市非常精华区的一栋高楼，你一到那个地方想，哇哦！这个地方拿来办案会不会有点浪费了？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台北市精华区中的精华区，就是它有很多的地方，然后第一次问完以后，连检方来就绪都可以。那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他觉得这个案子要办的过程应该要比较大概低调一点，然后因为到底有没有涉及犯罪什么，那必须要查嘛，大概是这样。但是他要让你知道的时候，就是刚刚讲那个华丽的证人团，我就一字排开给你看。就让你们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也让媒体朋友有东西可以写、可以讨论，全部这样，都好没错吧？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最喜欢的是嘉义的大亨。OK， 好，但他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是不是故事在那里头？但是这里好，平常讲对柯文哲来讲的话，那真的都跟他有关系吗？或是要再怎么样查证哪一些的东西是有关无关、有罪无罪？可是这里头，小平刚除了问你，因为那是涉己事件，那你的事嘛，就是有没有那个中正万华怕不怕？但这整件事。大家说很多的名字会被蹦出来，是因为包括 USB 有名册有什么？是真的是这样吗？是这样子因为他们2个主席，沈主席跟柯主席有一个对司法的侦办有一个最不利、最坏的毛病。什么？事情都喜欢白纸黑字写，你知道吗？那一个丢在 USB 里面，一个在因为那个老头嘛，沈庆金就写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司有个文化是一人公司，沈庆光说都不算，其实沈庆光长期担任中华工程的董事长，可真正是沈庆金才有权利，沈庆光没有权利啦。那所以发生这个事以后，一人领导，好像我们情报网为什么破了就垮了，被共产党拿走了，戴笠挂掉了，撞衫了，因为戴笠那个时候那叫单线领导，对，只要上面中间断掉一个，尤其戴笠只要他不在。没有人知道下面那些线道，因为都是跟他单线型的，没有人知道其他人。不可能，我们的作战计划第2天就到毛泽东的桌上嘛，对不对？戴笠挂了以后嘛，会有这个事。这同样回到这个一人领导的弊病嘛。金华城就是沈庆金，他是个商界强人，然后而且记性好。而且他这个人呢，很会讨人家欢心。就是我跟你聊过以后，你喜欢什么，他会找秘书送礼物，然后他会记住你喜欢什么，下次有谈餐，我跟你讲什么，你有兴趣，他很厉害，他这个人哈。那他记得人地时数记得很密，那这个东西都在金华城的总部，竟然被收走了啦，竟然没有人帮他灭证，你知道吗？2月就开始要灭证了嘛，2月就开始来收我们议会的资料啊，什么容积啊，一开始朝图利，后来是顺藤摸瓜摸到有行贿嘛，所以那本就是
太清楚的东西嘛，这就好就收到以后也没人帮他处理，那就所以一路传下去。像徐子瑜现在最红嘛，而且可怕的是，这个徐子瑜啊是培养起来当2代3代的那种接班人。像举例说，我台北市有一个中生代的白手起家的企业建设公司老板，他就成立一个叫做建筑2代。然后2代会的那种2代哦，都穷得跟鬼一样了，因为建筑公司1代钱全部在老板，只要老爸在老爸手里啊，绝对没有钱的。我跟你讲，那他就可以带领整个这个团队。那同样徐子瑜的家世好嘛？是。然后而且徐子瑜他条件有多好，你知道？他变成钱袋子，你知道？我描述给你听。第一个他叫橘子嘛，杜聪明的后代嘛。第二个杜聪明，你还记不以前告的时候，那个时候。多久啊？你说家族财产的那个案子吗？那时候告啊，那时候公告限制就20亿标的，到现在几十年200-300亿啊！你知道没争议的多少？大家分好不吵架，吵架了200-300亿，那什么概念？他们家财产，而且他们家都怎么样？还成立一个这个借一下哈，哎，那个义父哥，你看徐子瑜信托，受托财产中，就他们有钱，受托谁？一定是柯 P 嘛。他妈妈也，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柯 P？搞不好有别人。整个方向这样之一的。然后你知道这个钱放在里面安全的，钱放在第一是赌场那种那个洗钱，第二是什么？钱进了那个人寿的那个，你根本就找不到，因为几千亿那太大的钱，所以他们玩文字游玩这种金钱游戏。而且他是会计系，他是那个学会计系的，在大学里面又精通会计，那又家里又有那么有钱，然后所以他们，而且柯 P 跟他们家有同号，他们杜聪明，你知道最厉害是什么？一有钱就去买房子，一有钱就买地，那几十年前买便宜，现在都发了嘛，所以所以简单讲，你跟柯文哲聊天，聊到房地产眉飞色舞啊，我的郑秀文都出现了，一条歌叫眉飞色舞，就反正我说奇怪，郑秀文怎么会是那首歌 ？OK， 他喜欢的，然后呢，他就超讨厌没钱的人，我就在谁超讨厌没钱的人？柯 P 啊，为什么？杨宝珍为什么失宠？杨宝珍。杨宝珍住松山这个高中算是好学校，很好的学校。他爸爸是老师，也没钱，所以杨宝珍这样选举一定赢了。他也不让他选松山西，等于是被逐出家门嘛。对，你这样讲不公平。那陈振涵或吴怡娟他们家很有钱吗？没钱，也不会很有钱啊。没钱就要干那种叫做去民进党、国民党那种活，很大力气，战狼对，不然就性格。有钱好，然后那个性格好，那更好。像他有钱，这个徐子瑜有钱又低调，然后他就是他们那些2、3代的，他不是这个实习生制度2、3代的头嘛，小班长嘛，对不对？然后你没有钱，你就要去杀敌人，然后取敌人向上手机。虽然讲的都蛮烂的那个发言哈，可是他至少有这个精神在。像举例说，那个战狼小姐姐，那个柯黑、许淑华那些新潮流这些人有没有？马就会升从副发言人就升发言人，就是他会一直升上来嘛。他喜欢这一套，可是你又乖的人那种在里面就很难生存啊。那整个系统是这样走，好，那这个案子走到这边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朱亚虎又还押？其实高院的那个把他这等于是更裁，那是很大的胜利。甚至讲说他去，因为他的罪也不重，1年以上7年以下，他到就算2审的话，高院。判决见解跟那种跟裁见解差不到哪里去了。那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今天检方我连高院我也不跟你讲，我有很多东西你跟裁回到地院，我再跟地院讲，我确实压你。他还有就像我们上公讲的，还有很多压箱宝，我就没有拿出来。我是你讲的我什么时候说的？你在私底下不要诽谤我。私底下我们聊天的时候在讲，他说检方很多东西啦，上一副有这样讲很多东西啦。有吗？那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还没问他。重点是就是他不可能只招210万。我说朱亚虎。可是也不是全部都招，可能差1、2项那种关键性的那种大钱，我认为没招。到了地院的时候，然后检察官拿出来，我就是要压你。我的看法这样。胡花子，他说都你讲的，你爱贴出名给我开告，他说检察官的东西比台面上我们知道多很多。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当然了，当然了，这句话需要，对不对？需要讲的这么淫秽吗？
一夫，你现在看起来的话，就算刚刚来宾大家提到，好，你说军委员刚刚说跟说的跟做的是不是完全一样，或是跟财团之间的距离多近，或是甚或直接讲说跟博弈教父之间有没有刚才讲到有金钱往来这样件，但你不管怎么讲，或是有人提说像昨天的那个人有多少，在土城外面声援有多少，但你看。你去看民调的时候，某种程度，民进党的支持度大概就还是会有，好不多，我们不讲多少，最少大概你说大概10%或出头或多少，也就是他的铁草，他还是有这样的啊。你只要有那样的一些的实力，在国内政坛，谁都要让你3分，不是吗？啊，当然你握有10%、15%的支持度的话，其实，在很多地区的选举上面，你比如说蓝绿之间5%的，那白就扮演很大的力量，那差1%都可能会死人的。对啊，那个就很大哦。你握5%、55%的地方握5%就很大了。当然就是说，这对单一选区来说，比如说选县长、选立委，你握那个趴数会很吓人，会很吓人。那多席次的选举，你握这个趴数的话，你可能吓不死人啦。好，就议员嘛，对，但你可能可以当选，你就是1席2席嘛。对啊。那重点就是在单一选区，你总统55%，你握10%，那多大的力量啊！县长你握10%，那有多大？你立委握10%，那有多大？所以他当然就是说，你还握有这些趴数的支持度的话。那当然，你就看到蓝营的指挥系统对白营依然是礼让3分嘛。那为什么要礼让3分？然后2026年其实再真的是议员席次吗？不是2026年的顺位，第一个当然直辖市县，然后县市再下来才是议员嘛。那议员反推就是议长嘛。那你看来的话，那层次，我们选举的时候，每一次就说直辖市选举，那个地方选举，我们在论政党输赢，第一个先看直辖市。它直辖市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你现在看，光说新北就好。新北未来的蓝绿的拼盘，你看现在很多的民调，李四川加上去跟苏巧慧或是换任何人来比，其实输赢并不大哦。输赢并不大哦，那白银的票怎么流就是关键哦。基隆镇这个礼拜天，下个礼拜天要投的，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对了，13号要投嘛。对，那你看一下白的票如果握有10%，那有多恐怖？这10%导向同意罢免，跟导向不同意罢免，这10%影响力有多大？所以。你就看到了，就是说，你看到了白银现在在讲基隆的事嘛？白银现在不是等于已经表态了？对啊，包括黄商也讲说他们不同意呀，罢免这些。所以你说10%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大家要看的数字？是啊。但回过头来看，有一个非常吊诡的事，就是说，对民众党的反感，美丽岛之前做嘛。对民众党反感是60%，对民众党的好感是23%，不信任柯文哲不信任柯文哲66%，信任柯文哲23%。现在柯文哲的支持度跟信任度似乎好像低于民众党。以前你从总统选举的时候，政党得票才300万，他拿369，他高过政党的得票是高过约70万票，差不多大概65万票到70万票之间。但你现在曾几何时，你看到民调是，民众党的反感度低于柯文哲，民众党的好感度是高过柯文哲，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柯文哲现在是钢铁小草跟支持民众党之间是不是产生了有某部分的落差？OK， 所以到最后柯文哲所扮演的角色跟未来那个他说的黄国昌，万一接了党主席，其实他政党的支持度里面
是不是就胁迫？你也不要太高兴哈。万一你说要跟黄国昌谈，黄国昌过来谈说中正万华不能提张小平，我们可以谈。你要小心一点了，把他拿来当祭旗就对了。你要小心一点了哈，你要小心一点啊！你不要太支持黄国昌啊，你要小心一点。所以他某种程度上，你未来蓝白在2026，你就要面临这个10几%的关键，你要不要跟他谈？这10几%就足以谈条件，你要不要让某些地区 ？OK， 那其实这个应该不是这一次才出现，还记得在上一次在讲立委席次的时候，2024这一次，柯文哲不就讲说关键的地方，那到底大家要不要来谈？那个时候大家就有讲过，大概10席出头，那个就是大家五五波的地方。他如果提，那绝对会影响结果，后来选出来的一些的结果。但就是现在看起来，大家会从线上流量、线下所有的一些现场的人，所有去看。但是某种程度，不管从民众之声啊，或所有这些来看，真的产生了一些很大的影响了吗？是没有错了。刚刚立夫哥讲的那个柯文哲跟民众党之间支持率的差别，我把它解读成就是黄国昌这1-2个月来，我把它叫小草引流工程成功。对，把小草引流从柯文哲引流到黄国昌身上，这个工程是目前为止肯定是成功的。所以民众党地理上称为西多河哈。对，民众党本身声势没有完全坠下来，你看10到15%还在，可是柯文哲在社会的不信任度跟人设的崩坏。那个是惨烈的。OK， 除了钢铁小草以外，那可是这个引流的过程，你再从这个昨天从新北这个，然后线上向下来看，你就会更明显的看到，为什么那个现场那个6号出口那边啊，他说再怎么算啊，真的让你刚刚小明哥讲的说，让你再把旁边一些都算进去，500人最多，对，好，500人最多。那民众党的这个民众之声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党营的这个媒体，对，当时线上的人数直播不超过1000人，民众党不超过1000人呢，曾几何时这么的悲凉，这个在直播上面，可是你不要忘了这个黄国昌动辄这个，如果是直播的情况，动辄上万是很合理的，3-5万也应该要有哦。那更不用讲那个昨天也在现场的这个馆长。馆长上次爆出来嘛，他的这个网红的流量，抖内第一名嘛，一个礼拜可以将近60万，不得了哈。那这个流量，那甚至馆长在之前的这个场合当中也呛下过啊，他有把握的，如果真的要动员的话，他有把握动员线上转线下，随便喊也有8000到1万，昨天只有500，代表馆长昨天应该只是上来喊一下而已嘛，对，所以你会看到说。事实上，现在整个民众党的声量趋势看起来是黄国昌跟馆长在合流，那这个合流的过程当中，一个当然有或许有生意上的计算，那一个上有政治上的盘算，那这2个人合在一起，基本上就做小草引流工程嘛，那他们2个各取其利，馆长捧黄国昌，黄国昌捧馆长，两个这样互取利，看起来把民众党的声势还维持不坠，可是这后面。消耗的是原来柯文哲的声量，所以你看到民众之声没有 ？OK， 你看到现场的声援人数变少了，你看到本来应该属于柯文哲的流量都不见了，都消失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这个柯 P 铁粉啊，不知道作何感想。可我现在最好奇的事情，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柯文哲他这个积压要多久，但是第一波2个月到了嘛，可不要忘了，他假设假设他2个月到了，也差不多调查让你放出来，他之前这个党主席。请假3个月，这真的很热闹了。那这1个月该怎么办？所以其实接下来，我觉得黄国昌是很急着的在销假上班，有可能。对，那个请假是可以销假啊？这个销假上班啊？这个复行世事，对，李宗仁，对，所以我觉得黄国昌是有急的他也在算时间点。现在10月中旬，2个礼拜之后不赶快处理好这些小草引流的话，真的被复行世事，他怎么办？你如果讲说。大家现在已经援引到复行世事，李宗仁跟蒋介石那个时候，各位，你如果去看那时候解密的所有细部文件的话，李宗仁那个时候，蒋介石不是叫他说，那你就先接，对，然后呢，蒋介石下野，对，后来解密的那个所有资料，李宗仁在洋洋洒洒写给蒋介石所有的文里面，其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是，如果要我接，对，所有的部队归我调度。
所有的包括经济所有的那些实权由我来掌控，所有的一切意思就还有包括李宗仁说，你已经弄到台湾去的所有的相关的这些东西全部运回来，如果都同意这些的话，那我就接，要不然的话我实在无能为力，好不好？那这个局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各位这样讲的话，到时候柯文哲、黄国昌这些会不会有？如果要我，那一定要所有东西归我掌。不知道如果你们真的要举这个来看的话，你回头去看，李宗仁是用尽了心机在里面。我叫你把所有东西全部让我掌事件，他也知道我不过就是个傀儡，那我干嘛要去扛这样一切的东西 ？OK， 好。可是这所有的一切往下走到现在看，范老师很简单，可以告诉我，未来包括柯文哲主席这个案子就往下办，因为黄国昌都说柯文哲会被起诉，是他说的。他看现在的态势，他觉得会被起诉，只是用什么罪名不知道嘛。可是如果真的再往下的话，你短期来评估未来对包括柯文哲、对民众党，甚或对他们未来发展影响？我认为其实从黄国昌跟黄珊珊最近的讲法，他们已经不再谈法律了。如果你们真的要举这个来看的话，你回头去看，李宗仁是用尽了心机在里面。我叫你把所有东西全部让我掌事件，他也知道我不过就是个傀儡，那我干嘛要去扛这样一切的东西 ？OK， 好。可是这所有的一切往下走到现在看，范老师很简单，可以告诉我，未来包括柯文哲主席这个案子就往下办，因为黄国昌都说柯文哲会被起诉，是他说的。他看现在的态势，他觉得会被起诉，只是用什么罪名不知道嘛。可是如果真的再往下的话，你短期来评估未来对包括柯文哲、对民众党，甚或对他们未来发展影响？我认为其实从黄国昌跟黄珊珊最近的讲法，他们已经不再谈法律了啊。之前黄珊珊是律师嘛，他自己还会拿一些法律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法条有点不合逻辑啦，他还是在用以法来论法嘛，帮柯文哲辩护嘛。但是他最近都谈什么啊？那些什么某某周刊是什么科幻小说啊？黄国昌也是这样讲啊。黄国昌是法学博士美国康奈尔大学那是常春藤盟校，在中央研究院是我们台湾学术的最高殿堂，法研所的这个研究员，他现在也不讲啦，全部都是讲一些，其实我觉得跟他们的发言人讲都差不多了。那我会觉得说，如果这两个就是有法学素养的人都不能够以法论法的时候，表示他们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个防线已经撤了嘛，马其顿防线已经没了嘛，就是直接用政治来做解释嘛。包含我们看到昨天这个陈佩琪的忘我夫君啊，希望他那个早日回归啊，这种做法都是完全是政治性操作了。那我觉得当任何这个问题已经倒出来变成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就没什么好说了。OK， 那民众党我觉得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不管怎么样，他一年也有1亿多的这个政党补助款嘛，对不对？当初柯文哲选总统的时候嘛，所以我认为黄国昌当然还是希望能够接着柯文哲的这个道路，当然他昨天他也掉泪了，黄国昌很少掉泪啦，他昨天也掉泪了嘛，他就要借着阿北的路线走下去嘛，所以我觉得后柯文哲时代已经到来了，但是谁能够掌握权力？我觉得现在好几个系统在争啊，黄国昌是一块嘛，黄珊珊没有放弃啊，陈佩琪也没放弃啊，所以还有柯妈妈，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橘子就很清楚嘛，柯妈妈从来没有松手过，OK， 她的手一直在柯文哲身边。而且他目前是民众党里面最有实力 ，under table 下最有实力的嘛。很多入党人是靠柯妈妈这个引进的嘛。所以我觉得这几股这个潮流正在互相的竞逐。但是我认为不管怎么样，陈佩琪他目前还没这礼拜没被约谈。黄珊珊是从来没被约谈过。Okay. 所以他们两个是不是能够全身而退？如果他们两个全身而退，我觉得陈佩琪的机会还是比较大，因为黄珊珊现在被停权了嘛。那蔡壁如我觉得是不可能的。OK， 好，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如果陈佩琪跟黄珊珊合作，加上柯妈妈的力量进来的话，他应该是可以战胜黄国昌一个民众党的最重要的一个派系。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刚才大家提到，包括蓝白阵营在立法院的合作，那未来在这个会期会怎么样？大家会看的其中观察的一个点，那当然那个点是在就13号这个礼拜天，那在基隆的就是所谓的罢免投票这一块到最后会展现什么一些结果？小兵，如果你们自己在评估这一仗。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然后包括白银在这个过程，黄商已经说了他们不同意罢免，然后包括像齐凯啊这几位委员也到那个基隆去陪那个谢国樑去扫街嘛。所以你们自己看完这些所有的过程，因为大家不只是单纯看过与不过，
还有包括票数的多少，对，因为这跟未来都会有关系嘛，对不对？我觉得会票很少各方面哪边的票？你说两边的票都很少，全部的票它有几个落点嘛。我最后 F4都会去啦。我觉得韩国瑜跟那个蒋万安跟那个卢秀燕都会去吗？我认为会去，至少看起来蒋万也必须跟着去比较好。因为卢秀燕跟韩国瑜会去，都要去啦，这第一个。因为这表示一个政党的团结嘛。那白的也表示支持。第一个，罢免门槛不会到25，可国民党票也不会好看。所以就不同意罢免所以所有的落点都是低，所以这个会因为氛围不够，那恶感也不够，那民进党最后我觉得第二阶段联署，民进党有帮忙，可这次民进党又撤退了，就真的投票到后面那一段，对，二阶段联署成功到投票，民进党也不会过，我先讲，而且不会过到都很低，我的判断是这样。OK， 来军政委，你会怎么样预估这个？其实看这些人，就是说以基隆的这个罢免案来看的话，就是蓝白这些人，还是就政党利益先放旁边，个人利益比较重要，放中间啊。你看，照理讲的话，以柯文哲的事件的话，民众党要恨的应该是国民党嘛。这个案子，你说恨国民党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因为台北市长蒋万安那资料蒋万安提供，那国民党像那个小平啊，像那个苏卫啊，就是他们开始打那个金华城案件嘛，不然一般我们怎么会知道？那照理讲，以政党的那个对立立场，结果他们现在在立法院也合作，在基隆罢免案也合作，那因为谢国良的副市长是民众党籍的，所以他们本来就会搞在一起了，只是想不到像那朱立伦都讲不要批判柯文哲。所以变成国民党就是说，反正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侦办，你看，所以其实像当事人啊，像小平议员受到那么民众党打得那么惨，国民党没有帮他讲话，照理讲你朱立伦出来攻这位嘛，对不对？妈讲钟小平哪里讲错了，对不对？现在我了朱立伦的全党下令挺钟小平，对不对？你这不。国民党那个钟小平办越说你越惨，不是，我不晓得他说笑的，说真的说假的，当然是说真的但是可见现在蓝白就是陷入一种极端的矛盾当中，他们又不得不合作 ，OK， 那心里会不会有怪怪的？其实你未来在2026就是一个互相一定会兵得翻脸的时候嘛，你议员提名能合吗？都不可能，县市长提名能让吗？起稿一定要玩 gay 嘛，那民众党就现在一慢拱拱嘛。其实你整个政党制度垮下去，谁得利？国民党得利啊。小平刚才预估这整个是包括罢免票，然后不同意票都会低于都会很低，对不对？就第一个25一定不会，25一定不会过，那就不用讨论别的。那不同意罢免也不会高，我认为也不会。但哪一个会比较高？很难说真的吗？我觉得不同意罢免不见得会赢同意罢免，OK， 变成水位都很低，好像讨论起来没意义这样的。俊文，你自己评估这一场最后是过与不过？我觉得要过要看最后这几天的一个有没有办法。就最后这个就剩最后2天造势了，因为确实这段期间被柯文哲的案件所吸引。另外就是谢国良个人的特质以目前我看起来，大家觉得他还是笨大于坏。你知道这个罢免要有很大的仇恨值当然只是刚刚谢国良这个谢家贵公子，他拱推，对不对人家罢免他。那市政会议早上不开，跑去车站游荡就是类似会有这种行为。那你说他坏到哪里？我认为，你罢免要成功，一定要让仇恨值激发到很高，像以前韩国那样子了。OK， 所以到最后，我认为还是要看这2天会不会有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突发的动作。OK， 那其他4位来宾可不可以很简单的告诉我，东豪，你评估最后的结果？尊重了，这个不好评估这就尊重2个字就蛮明显的了。本来就是看当天的状况了。我比较有兴趣的是看那个数字，对，不管谁赢谁输，那个数字到底是大的还是小的？OK，潘老师，
其实我觉得基隆本来就是一个蓝大于绿的地方。其实你知道，民进党在基隆好像除了李进勇当过市长，还有就是林右昌当过市长嘛。林右昌那次是因为很特别，是2014年刚好太阳花学运，然后加上柯文哲当时是等于代表的是泛绿出来选。那基隆跟台北本来就有共振效应嘛，很多人在台北工作住基隆，所以造成那是林右昌当选。那2018年连任，但是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盘势是，其实对谢国樑是有利了，而且谢国樑他们在二信集团在基隆的，不管在教育界、金融界、建筑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盘根错节了。不过我想插一句话，因为我觉得明年天下杂志在做市政满意度的时候，国民党的县市长会比较放心一点，有人保底。如果谢国樑过关的话，来一夫简单的评估。我觉得一半一半啦，一半一半啊。没有，我觉得当然国民党用蓝盘在那边还是比较大的优势，但是里面唯一一个变化就是你山陀尔的风灾，因为我们现在不在那边，你到底救灾的基隆人的感受，对，那个才是基隆人真正的感受嘛。而且你看他山陀尔一直要到投票的时间压缩得很近，没几天，怕的是有一些。蓝营的人本来想要积极作为，或是一个可能考虑投票，刚好他在灾区救灾用慢，产生了一种我消极的作为，那就会影响到票数的来回。所以我觉得山陀尔到底风灾的威力有多大？其实13号开票的时候还是可以看一下。OK， 来志胜。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就是说基本上如果没有意外，照这种所谓的边际效应递减的状况，看起来小梁哥讲的是对的，就是基本上你要过25%，有年度，但是支持罢免应该会大于反对罢免，但是会不会谢国樑跟国民党反而过于积极的？因为担心被罢免嘛，我积极的在这段时间，谢国樑其实还蛮积极的，如果这结果积极的结果。你不小心过了25%，好，那就不小心过了，所以会不会反而蓝营现在，我觉得他自己处于一个很尴尬，到底要采取积极的战略，最后这几天你要积极让蓝营出来投票，投反对罢免，还是你就干脆消极以对，让他25%不要过，那这个一念之间会决定那个25%的门槛，OK， 我觉得那是关键。13号投票，那当然民主社会最后大家都会尊重投票一些的结果。那至于投票结果到底会怎么样，会不会联动的影响到大家都讲说这一仗会不会是未来明年2月以后，国内会不会出现大罢免时代，所有相关的这些事情，那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金华城这个案子，那在接下来的话，那包括各方不管是声援柯文哲的，或者检方在办案的过程，或其他所有这些，那还会有什么样一些不管是证物证人的一些出现，或是有什么其他，那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见面，我们下周见，拜拜。